而且这还不是什么，这不是什么街头艺人街头签名的时候随便写的，这个是资格审查表哎，这是应聘政大副教授的资格审查表哎，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说有啊，他当年应聘政大的时候，他就是博士论文3册，还拿了2019年的黑皮书，说他就是拿这一本出来应聘政大的。那请问你，他拿这本应聘政大的题目，跟他写在履历表上的题目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请问是怎么通过的？是，所以这些人吹牛吹得太没有逻辑了。所以我说，当这个履历表出土之后，这个论文门就直接破案了。不过讲到这个官司这件事情，中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包括申请保全证据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前2个礼拜也有谈到这件事，然后最后出入境管制局还是最终他还是要给回复嘛，因为虽然法院可以查，他不查，他去找了出入境管理局，然后申请保全证据这件事情后来也被驳回，可是最后他给出来的，比如说蔡总统跟他的姐姐的出入境资料，居然也没有给对，还是说没有给完全，这是怎么回事啊？OK， 应该这样讲哦，我的那个林环强教授的入出境资料，在黄伟的不起诉书上面，他都把它调出来了，调得非常详细。那证明什么事情？这个当过法官的人知道，法院本身呢有个东西，他们叫做闸门，他们可以自己从法院的电脑连线到入出境管理局，他们其实上网。他们上他们的这个电脑内部的系统是可以直接查阅任何一个人，包括徐府你我的入出境资料，大概前后只要30秒。结果呢，我们的律师就跟姚念慈法官申请保全证据，保全蔡英文跟蔡英林在那个1983年前后时段的入出境资料。结果2天后我们就收到了申请驳回，这个法官写了4、5页。浪费这么多笔墨，再告诉我们说没有必要保全啊，因为这个东西轻易可得，还用了我们张晋律师的话说，你明知道司法系统有个闸门，可以直接上电脑去看到资料，你干嘛要保全呢？有点消遣我们的律师的味道。结果过了没多久，我的律师说好啊，那我们又回了一个状，说你既然觉得把我的申请驳回，那可不可以请你进去看一看？你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个资料弄出来给我看？你觉得没有必要保全，那你就可以揭露嘛。结果过了1个多礼拜，书记官很糗的告诉我们的律师说，抱歉，1988年以前的资料呢，我们的闸门调不到。那你不是在装笑我吗？你在开我玩笑吗？对不对？那你马上就3分钟可以调到的东西你不调，然后弄到告诉我们说1988年就是我们要的东西是调不到的，所以你必须要函询入出境管理局。好，结果现在入出境管理局呢，给了一个不完全的资料，这么简单的东西，他竟然遮遮掩掩，这不是动机就很简单啦。你去看看，这不是一翻两瞪眼，怎么会有什么不完全？何止2瞪眼？对，何止是2瞪眼？你去看看黄伟调了林环强的资料入出境，你莫名其妙，林环强是一个被起诉的被告，后来不被起诉的被告，调查这个被告妨害名誉，请问被告妨害名誉跟他的入出境资料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是被告妨害名誉，他在火星上他也可以妨害名誉啊，他有没有入境台湾跟妨害名誉有什么关系？他去调他的资料，而且调得非常全，结果今天我们要蔡英文的资料，跟我讲没有，你不是太好笑了吗？这背后还有很多的玄机在，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来慢慢爆料。而且这里面有大有问题吧？对啊，因为反推过来，所以就是你们为了要保全证据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它后面看起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鬼鬼怪怪的事情，就是刚才彭批在讲的是迂回了这么多，然后给了一个不完全的资料。当然，我们就等下周这个彭批应该还是有埋一些伏笔。不过我们要今天讲到今天的重点主题了，我们要来好好讲一下。就是当然，昨天我看到贺德芬老师出庭，然后呢，他来提到了这一个所谓的蔡总统，他是国力
政治大学的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那听说彭丕其实你之前也掌握了这一章，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把这个消息给爆出来。那当然上面看起来很多黑白的字居里面看起来应该是亲笔所写，那应该也不会有别人代笔啦，这应该是蔡总统的笔迹吧？那里面到底藏有什么样大家觉得很奇怪的地方，甚至是论文门的破案证据？可不可以请彭丕来帮我们好好的解析一下？好的，这章啊，就是国立政治大学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我们先看时间啊，因为因果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如果时间不能符合因果关系，那什么都不用讲了，那就是拿这个清朝的剑去斩明朝的官嘛。啊，那你必须是证明这个剑是明朝的，这官是清朝的，那明朝的剑才可能去斩这个清朝的官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是清朝的剑去斩明朝的官。所以我们先来看时间，这个时间是蔡英文亲笔签名，后面竖上的时间是73年9月28号。这张资格审查履历表是1984年9月28号。这个合上去合适的公文呢是73年12月7号，就是1984年12月7号。好，9月28号不是那个教师节吗？这他当时填的履历表。这个履历表呢很有趣，在右边数来第5行，他在干嘛呢？他是要新聘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对，那大家都知道，新聘副教授，你既然是新聘副教授，你又说你是博士，那么你的审查著作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就这么简单。在我们那个年代，你只要是博士，有博士证书啊，那更早更是如此啊，因为只有越来越严，没有越来越松。你有博士证书，那么你有博士论文，解决了，你的审查著作就这个。果然，你再看他的著作栏上面，他写了一个博士论文，然后用一个箭头打到那个题目，英文题目。对，一看，天哪，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怎么跟他黑皮书的是不一样的？黑皮书的，我想大家做梦都梦到那个字，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啊，这个全世界宇宙政经学院同学都耳熟能详的论文题目。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不管是在他做出来的网络上面的这个大英图书馆的连结，点进去是空的，它上面题目也是写这个。不管是那个什么东大的人跑出来说，哇，你看1983年的题目在这里也写的是这个，就都用这一个，从头到尾。对，包括国图的也是这个，还包括了放到英国伦敦大学妇女图书馆的也是这个。其实我们真的是铁板神算，我早在2年前我就铁口直断，我说蔡同学的床头还有另外一本，为什么不敢拿出来呢？因为那本的题目不是这个，那本才是他真正的在英国伦敦大学呢参加 transferring 口试，就是他的姐姐蔡英玲说，我跟他一起到英国去参加他的博士资格考。博士资格考跟博士口试是不一样的哦。那他有真正的博士要进入，是他有真正的博士论文，他干嘛要另外掰一个出来啊？这个我不懂啊。对，就是没有，就说他参加博士资格考，就是要进入博士班的考试被打枪了嘛。这个我们有人证跟物证哦。他被打枪了之后，他就回到台湾来，所以他手上拿了一本失败的博士资格考试的所谓的 proposal， 然后他回到台湾以后被我们逼到墙角，他只好把其他东西加一加，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再去偷渡，把这个题目改成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他挑了一个题目，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去看他的学生记录表，也出现过3个论文题目，可见他当时在求学的过程中非常不顺利，就是先后的改了好几次题目，最后还是没过。最后他挑了一个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就是他现在黑皮书上的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可是他发现他自己进到政大之后，填了一大堆狗屁倒灶的资料，他觉得这资料里面一定有一些会穿帮的地方，所以他决定把他所有的升等资料跟聘任资料封存到2049年12月31号，
动机在此。是啊，他为什么要封存？因为他发现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所以他把它封存起来。那我们透过各种方法去取得这个封存的资料。贺老师打了行政官司，从诉愿到今天，从他的诉愿呢是2019年的12月16号，经历了1年半，到现在才打到这个行政法院，可能会判他赢，我还不知道。可能会判他赢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解封蔡英文的资料。而还记得吗？这个蔡同学不是一开始都说这个资料不能解封，这是个人隐私，他的律师还有诉愿委员会写了一大堆话，还证明说什么升等资料是隐私，还升等资料包括哪些？那时候论辩讲了一大堆。最后到第2次行政法院开庭的时候，律师改口了，律师说没有啊，我们没有封存啊，这是一场误会。那你要看什么？你告诉我，我们都公开，你来申请啊。还吃了贺老师豆腐，还把申请表格拿给贺老师。如果那申请表格有用的话，我们还用打诉愿吗？好，所以证明一件事情，他的这一些进入政大也好，进入东吴也好的相关升等资料有太多不可告人之事，只是我们拿不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可告人之事。现在我们拿到了，就在这里，它上面写的，他的论文题目叫做 Law of Subsidies, Du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s， 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这里面跟对 Unfair Trade 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s 只有一个 Safeguard 是一样的，其他没有个字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谎扯得大。那你会说，哎呀，年代久远忘记了。对不起，1984年9月28号，亲笔写下签名的审查履历表，而且这还不是什么。这不是什么街头艺人，这个街头签名的时候随便写的，这个是资格审查表，这是应聘政大副教授的资格审查表，而且他写的日期是9月28号，民国73年，他自称他民国73年的3月14号拿到毕业证书，他拿到毕业证书后半年，他就把他的毕业论文题目给忘了。这要我填的话，一定会把这个证书拿到旁边，很谨慎的这样子填上去，然后 check 了几次，因为这是很正式的一个书面文件嘛。对，一般人哦，做梦都会梦到自己的题目啊，那不用讲，那个你写了半死不活，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自己的论文题目呢？而且这里面暴露一件什么事情，好几个共犯呢，准备投案吧。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说有啊，他当年应聘政大的时候，他就是博士论文3册，还拿了2019年的黑皮书，说他就是拿这一本出来应聘政大的。那请问你，他拿这本应聘政大的题目，跟他写在履历表上的题目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请问是怎么通过的？是，所以这些人吹牛吹的太没有逻辑了，真的是把我们的智商啊。这低估到我们虽然只有57啊，但是他实在也是太小看我们了。这种事情智商只要5.7的人就可以拆穿他，他竟然光天化日结合国家机器编造这种谎言。所以我说，当这个履历表出土之后，这个论文门就直接破案了，什么都不用再讲了。那剩下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碟小菜，更何况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只是我们破案，对我们来讲，我认为啦，它排进政务还排不进前10名。记不记得？对，3个月前你还问我说带回一个光碟随身碟，对，没错。你还问我随身碟在哪里？对，我跟你说灿坤就有卖啊。是，但里面是空的。我要说的是哦，是哈。你那个侦探小说没看过吗？是，当然是空的啊。对不对？你要经过特殊的做法，它才会浮现出字来啊。是，要打高端了。所以要打高端才会浮现，才会让你口吐白沫，然后跟那个喝浮水的概念一样。OK， 好。对，泡浮水字会出来。这些资料还不在我的随身碟中哦。可见英国跟美国的随身碟里面的东西有多么的有威力。这个已经是很少很。但是这件事情，就光这个审查表就已经破案了。对啊，彭越，我想问是当年蔡英文写的这个论文是真的，还是说后面？当然后面这个论文看起来，反正这2个是不一，还是说这2个论文都是所谓不是他真的毕业论文，都是
他当然不是毕业论文。我的故事啊，从2年前我讲到现在，我发现当时很多人不同的侦探有不同的推理。有人说他的博士资格考试过了啦，他进入博士班，最后博士口试没过。有人是说他博士口试完了，只是后来论文没有整理完，所以没有缴交学校。反正有很多不同的推测。我自始至终，从2年前我就铁口直断，我说他是 transferring 没过，就是我们从硕士进到博士班的时候，有在美国的体制叫做 preliminary， 叫 prelim 或者 qualify， 你要过了那个考试之后，你才进入博士班，叫做博士候选人。成为博士候选人，蔡同学呢，就是从他的 MPhil 要 transfer 到博士候选人的博士班的时候没过。那 transfer 进博士候选人，你要用什么东西 transferring 呢？拿你的 proposal。在英国是如此，在美国呢，我们要考试，考完试之后还要 proposal 的口试，所以笔试口试都要。在英国看起来是只有口试，这个口试拿的就是你的论文的大概一般人就是前3章，作为一个所谓的提案proposal。那蔡同学他是这个 proposal 没过，他的 proposal 呢题目就是 Law of Subsidies, Du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 就是他写在履历表上的这个东西。结果呢他没过，那这个所谓的这个题目，他的 proposal 有几页呢？他的 proposal 呢大概差不多100多页我这个详情我不先说，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细节。他把这个 proposal 带回台湾之后，他到2006年，他开始发现自己要步入政坛，他就在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呢，跟这个施方龙勾串，去弄了一个台湾研究计划，开始在英国有一个代理人帮他去处理一些相关的事情。他慢慢发现早晚要见公婆，所以他就把他的这本当时没有过的 proposal 开始去加工，所以你才会发现他的所谓360页的论文，365页的论文是用好几种不同的字，好几种不同的格式，好几种不同的纸张完成的。黄崇彦总统府发言人被问到为什么有的地方两头对齐，有的地方靠左对齐，有的地方间隔不一样，他回答了一个全世界最好玩的东西。他说因为电动打字机有设定就有对齐，没设定就没有对齐。其实真正的事情，你如果看他的这个现在在国图的这本 This is a Note， 你会知道说哪一个部分是他的当时被打枪没过的这个 transferring 的 proposal， 因为他们的格式都是一样的。哪一部分是后来加进去的，一目了然，跑都跑不掉。当然我讲的东西很细，观众朋友可能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过总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家看着这个骗子要绳之以法的日子非常的近了。对，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要讲一个，包括在上面的一个小题，伦敦政经学院法律系它的肄业年限跟这个修业年限，是不是它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时间了？没错。好，我们来看他说他的肄业起讫年月就修业年月，他说69年10月到72年10月他要刻意去凑满3年，所以他这么写好，那我先不争执我们到头来看看，他其实是1982年的11月10号，就是71年，他真正的修业年限是69年10月到71年的11月10号。他的学生纪律表讲得清清楚楚，他待了2年又1个月就被退学了，就 withdraw WD。好，那 WD 这个字我们已经证实了，我手上还有其他当年的更精确的资料证明 WD 就是退学。好，那么接下来他就写说你的毕业的年限你的这个修业的时间就是刚刚讲的是修业时间，他硬要去凑满3年嘛，不然人会觉得奇怪，不符合规定。对，毕业时间来了，73年4月。对，他在这之前所讲的都是73年3月。对，现在变成了73年4月。他是延毕吗？还是留级？
这种东西啊，我要讲啊，如果你现在熊熊问我说，我当年1995年是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毕业的，我还有可能会讲错，对，因为我也确实有点，我记得我是1995年5月，那会不会是6月呢？我可能要摇头晃脑一下。可是抱歉了，他填的履历表是他1984年毕业不到半年啊，才5个月的时间，他会搞不清楚他哪一年毕业吗？哪一个月毕业吗？那记忆非常深刻才对了。对，哪一天他刚毕业没多久，清楚。对，他在不同的文件上说，3月14号还拿出这个什么学校谁写给他的证明，结果他的履历表写的是民国73年的4月份。啊，我想他这张履历表里面已经透露了太多的这个犯罪的迹象，所以我说刘成武检察官也好啊，这个黄伟也好，赶快学弹琴，去当街头艺人，你快没工作了。是这个，还有更多很精彩的爆料，刚才彭碧也预告了嘛，像下周还会有这个更进一步铁铮铮的事实会呈现出来。那不管这一周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教师资格审查亲手写的履历表，很明确的发现这个论文题目怎么会有出入呢？线上也有5000多位的朋友现在非常非常多的关心，也请大家把它分享出去，然后帮我们多多按赞。好，那今天也谢谢彭批来帮我们这一周的爆料，论文开箱，谢谢彭批，谢谢徐府，谢谢大家。好，大家下次见，拜拜。